俄乌冲突1年多的总结，部队装备和战斗人员的素质给多国起到了示范作用，解放军的体制改革也迎来了质的飞跃。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兵多将广，可把握战局，俄乌冲突必须知行合一，对解放军有何启示？俄乌冲突1年多，两国的军力消耗都是特别大的，一天数万枚炮弹的折损量，放在任何战场做比较，战力都是特别突出的。我们今天就把俄乌冲突作为重点，总结俄乌两军的攻防技战法对我军和未来的战场的启示。俄乌两军对阵的第一要务就是战斗人员的指挥调度。当今战场没了人这个主要因素，何谈胜败？中国有句老话，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俄乌冲突也是一样，打仗之前呢，除了战斗意志要拿到最佳状态，部队的指挥调度，上到指挥层，下到基层官兵，都要做充分的协调。部队的编制就是让战斗人员打出奇效的试金石。战场有效的调度和整体的联动，部队编制的问题向来是各国部队首要攻克的难题。以俄乌冲突为例，大战刚刚打响，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会把俄罗斯当作是赢家来看待。可是局势却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俄军原本的军事战略计划则是利用大批部队闪电般的从乌克兰边境地区向内陆纵深推进。当时就有人乐观估计3个月内俄罗斯必胜，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当俄罗斯对准乌克兰实施炮火覆盖、导弹精准打击的时候，俄罗斯的陆战部队配合航空兵伞降突击进行大规模作战。虽然说打击规模是前所未有，但是呢，这些攻势都被乌克兰部队给硬生生的接了下来。要知道，乌克兰可是继承苏联武器的大国，你俄罗斯有大批苏式装备，乌克兰显然不甘示弱呀。像 S-300、山毛榉导弹、T-64、T-90等主战坦克可以说是装备齐全，再加上美欧等国的武器装备，俄罗斯的进攻当然会吃力一些。装备问题我们后面再讲，俄罗斯在进攻受到阻力的时候，自身的问题也有很多。当然了，编制这个首要难题，俄罗斯在冲突刚刚开始就已经意识到了危机，而俄军的营级战术群就成了当时俄军内部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俄罗斯的营级战术群是从苏联的优势继承下来的，并且在车臣战争中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可是在和乌克兰的正面战场上，俄军的营级战术群却突然失灵，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协调指挥能力的缺失。比如说，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地区部署的115个营级战术群，按道理讲，这个规模还是可以展开较大攻势的。但是呢，俄军的营级战术群单就从火力攻势上败下阵来。节目开头我们就提到过，俄乌冲突的炮弹的消耗量远超想象，大国对攻情况之下，打一枪换一炮的情况显然不适用俄乌战场。当然呢，我们也不能小看营级战斗群的作战优势，毕竟是经过战场考验得来的优势传统。从编制规模来看，俄军的一个营级战术群通常是136台车辆和800多名战斗人员组成，在乌东地区打野战奇袭和快节奏灵活战，理论上再合适不过。另外，营级战术群在发挥军事优势的同时，多个营级群可以向乌军进行合围战术，但是理论上行得通，俄军偏偏在实战中吃了大亏啊！800多人组成的一个营级作战单位，如果没有友军的及时支持和空中的火力支援，编制人数的短板就会被放大。要知道，乌军部队也不是吃素的，在自身火炮反击上，乌军部队算是对俄军营级战术群来了一个逐一击破的办法。那么可以肯定，
面对乌军强大的炮火覆盖，俄军的火力显然是败下阵来，强大的弹药消耗和人数规模不足，俄军营级战术群就吃了一回哑巴亏。所以术业一定要有专攻，军事也是一样。一共115个营级战术群，虽然数量可观，但是每个单位火力都偏弱，必然会影响整个战场的打击效果。通常情况下，一支部队的火力跟不上，弹药的保障就是首先被重视起来。在乌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不是说俄乌两军的火力形成代差，而是编制人数的规模。俄军的营级战术群在对比之下出了大问题。乌军的编制都是以旅级为单位，和俄军作战，一个旅多少人，一个营多少人，规模一下就算出来了，并且火力阵势和弹药的保障，俄军的营级战斗群可以说是没有占到一样优势。乌军的一个旅面对俄军的营级战斗群，在火力猛攻之下，可以依托装备优势对俄军逐个击破。再者，弹药后勤保障，俄军更是打坏了牙，只能往肚子里咽呐。一个营的后勤能有多少保障？面对乌军旅级部队的攻势，后勤排的压力可以说是非常难受。打强攻火力轻了，打突击后勤又跟不上。乌军旅级部队都是以营级保障为基础，战略上就比俄军高出了几个档次。也就是说，火力和弹药的保障，俄军就从大战开头犯了兵家大忌。所以呢，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俄军为什么只能在乌军设置的第一、第二道防线打打停停半年之久。一盘散沙式的攻击不能形成拳头力量，当然要吃大亏。所以普京在大战开头的半年几度换将，到了格拉西莫夫时期才把部队的问题给捋顺。下半年俄军才把面子给挽救回来，重新把旅级部队的编制给重视起来。比如部队的战场业绩作为各个指挥官的总体考核。再者，每一个战区的火力都要做到精准调度。一系列计划实施后，战果是一天比一天多，单日毙敌300以上，都是俄军常见的战绩。俄军这才把战局扭转过来。虽然说俄军的改革有所起效，但是不能彻底打服乌军，又成了更大的难题。军事装备就是俄乌两军的重点，正所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由于乌军在国外势力的装备加持下，火力攻势得到了充分运用，海马斯火箭炮、MK19 车载榴弹、弹簧刀300无人机，哪一个不是针对俄军的致命性武器？但是经过俄军几轮军改和战场判严之后，武器的对攻战就立刻摆上台面。海马斯火箭炮虽然是乌军炮兵专长，但是射程和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俄军的航空兵就针对乌军的地面炮兵实施了多次战术打击，效果也有很大改观。而面对乌军弹簧刀300的打击，俄军也是不断自我升级无人机的战斗力。掠刀巡飞弹就是明显的例子，杀伤破甲和航时都是弹簧刀的几倍之多。所以和乌克兰部队打装备战，俄军还是不落下风。虽然战场上俄乌两军各有胜负，但两军还是在1年的冲突下打得都略显疲惫。所以说当两军交战之时，战场开头的优势就决定了战斗结尾的成绩。面对如此典型的俄乌战场，对我军新时代强军路线就有了很大的启示作用。从俄军多轮的军事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大国冲突，部队的编制规模仍然需要大兵团作战才能打出效果。那么，在现代化、高强度、大规模的战场形势下，我军早在2012年的18大会议上提出的新一代强军目标中，把深化军队体制改革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要方向，明确了军队的领导管理体制，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完善新型作战力量，优化军队编制规模等任务。我国在军改之下，陆军指挥结构、军旅
制度应运而生，发展到现在已经有82个合成旅，包括重型、中轻型、山地两栖合成旅，都是为了适应未来现代化、高强度、精确性的战场环境。而且名义上归属5大战区，这和俄军体制改革的战区负责制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打强攻，合成旅规模不落下风；打灵活战，合成旅能迅速展开调整。这对未来的大国对抗形势下，我军的改革算是走对了路子，并且在军事装备的配置上，我军也是毫不吝啬。比如大漠戈壁，我军的76集团军重型合成旅 99A 主力坦克与周边国家的主力坦克形成强有力对抗，加之05A 型155毫米自行榴弹炮和 PHZ10自行火炮的加持下，部队还增设了一支信息化合成营，以应对复杂的电子战环境。另外，再加上我军合成旅的无人机察打一体、雷达侦察和多目标搜索，对敌情做到了全方位的感知。装备的比较，我军没有形成劣势，所以在大规模作战中，我军完全可以做到精确、稳定、协调的战场指挥，为现代化战争做充分的准备。这也说明了军事编制的调整是适应未来军事作战的重要基础所在。最后，当我军完成部队编制和装备的升级之后呢，还是不能缺失战场人这个最主要的军事环节。我们还是以俄乌冲突作为比较，编制规模、军事装备这2大最大的难题被攻克之后，为什么一些战役上部队仍然存在着松松垮垮的问题？说来说去，还是战斗人员出现了根本性的失误，甚至是失职。比如，俄军前线部队在战斗间隙，利用民用设备作为通信保障，给俄军阵地吃了不小的苦头，战斗人员的军事专业度就被大打折扣。当然，乌军也有这样的例子发生，所以我军在装备优势的情况下，也不能忽略单兵作战素养的提升。一味的重视火炮和各种装备的杀伤，没有了步兵作战的能力，战场形成了没有战斗人员这个主体因素，战场机遇的把握就无从体现了。这里面包括战斗人员的培训、训练和战场形势判断都有着分不开的联系。从俄乌冲突我们可以看到，装备的提升，战斗人员没有战场意识，战局就起不到根本变化。总而言之，军队装备和参战人员知行合一的素质还是很有必要进行专业培养。少了任何一环，战场环境就会有本质的改变。对于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越来越多的军事风险，我军练兵备战的能力必须时刻放在军事发展的第一位。总之，战事一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我国强军说到做到。好，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我们下期见。